原卡都很难画吗？对，原卡的墨色晕染效果不好，不好看，不是难画。首先你看啊，笔蘸一下白颜料，泡一泡，刮干。这两天，因为长的和方的构图其实挺多了，我想给你们出圆的呗。做2节课啊，我一般都是1节课的，我很长，所以每一节课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圆的看对眼了是吧？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。你看好了啊，我们现在怎么画这个包菜画图？来，我教你们啊。就是很多家人们他不会包，我们把它分成一个五角形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分成一个五角形。首先我画一个第一个单瓣，你看点过来，你看啊，一个小五角形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点。对，这样的你开始画不讲话啊，这样看到了吗？你就一种指向，看见了没有？没事，我都给你们弄，剩下的交给自己。你看是不是一个单瓣出来了？注意在单瓣两边带一小勾，看见了吗？带2个小勾，听懂了打个1啊。一张图可能3节课，好吧？好的，你看。这样子是不是分成几个花瓣啊？就是带2个小勾啊，听懂了给主播打个1，带2个小勾。然后你不是需要把它的花瓣包在一起吗？中间可以空一点空位，朝这儿再包，往这里边包。你看啊，笔尖定一下，折往上，对不对？好，带一小勾，看见了吗？继续带小勾啊，带小勾，是不是这个花瓣朝哪包，家人们？连起来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？你把它分开画，1个、2个、3个，你分开画，把它分开画，这样好理解了吗？能够听懂的你就打1就行啊，能够听懂你就打1，是不是就分开画？再蘸点曙红。蘸点胭脂。注意了，如果你想好你的花瓣的朝向，就是花瓣的朝向很重要。好，比如说我想这个地方朝向，你看，点1瓣，点2瓣，是不是就横过去了？看见了吗？就盖过来了，你看看，是不是盖过来？你看这个向下，你看再盖1瓣。是不是又带出个小尖儿？能理解了没有？又带出来一个小尖尖，看见了没有？那这个地方你看叠加出来的一个层次感啊，叠加出来一个小层，蘸一下曙红，蘸点胭脂，是不是叠出来？你看像这个地方叠加出来一个层次感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你看我朝这个地方折一个什么？那朝这个方向点按，就是你啥也别想，包起来就完了。明白了没有？你什么也不想，给它包起来再说，听懂了没有？你看1、2、3，你分层次给它先包着就行。能够听懂的给主播打打1啊，这样好理解了吗？你啥也别想，不要想怎么围，你就分几个方向给它先包裹起来，对吧？你分这几个方向给它先包裹。对，这就是包菜。好，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啊。你看，镶到这个地方，笔尖定一下，过来，按一下。这个地方定一下，过来，按一下。是不是就又你看是不是又一个花瓣？你看，是
是不是又一个小花瓣出来了？对不对？你把它的，你看，给它这样的，你看分出来，你看这，分出来一层一层的，然后把它的花心儿往里头一合，曙红，再沾点胭脂，你看，你包菜，前提是得，你看先干嘛？先给它包着嘛。姐妹们听懂了打个一啊，是不是包住了已经？听懂了给主播打个一啊，给主播卡了吗？啊，没有吧？包起来了没有？然后你看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空缺啊？点一下，你看大一点啊，把这些小空缺都遮起来。就是我们现在去找一些空缺啊，笔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就是你这个花头它哪里比较空的，这两个地方需要有一个衔接部位，哎，给它这样子，看见了没有？需要衔接的部位，你给它加一加花瓣，是不是已经出现了？然后呢，我们笔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啊，玫瑰红蘸一点曙红，笔呢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花瓣该怎么表达。首先这个地方，毛笔啊侧锋向下压一下，啊，压一个小瓣，然后呢，这个给它抠出来一下，你看。看见没有？给它抠出来，向内，你看按一下回瓣，看见了吗？向内回瓣，给它盖起来就行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是不是就盖住了？好，反过来，笔尖向上，点一下。好，再拿点胭脂，你看。是不是就抠出来了？这样能听懂吗？你看一个花心儿，你看，对吧？笔蘸的是胭脂啊，是深色的胭脂，还好啦，精力比较旺盛。其实，这样你看是不是就把这个花瓣一层层就填胭脂？你会不会填？就填胭脂，点，你看盖一下。啊，再盖一下，对吧？就用这个胭脂给它盖起来。曙红这点玫瑰红，你看，向下，你看再反过来。其实当你有一半，你看，当你有一边已经填过了，另外一边只需要什么回过来就行了。你看，花瓣是不是就出现黑茶喝起来？这你都知道了。啊，我今天是煮了一壶黑茶啊。你看，旁边再加一加啊，加一加。好了，你看这样一个花心儿是不是出现啊？能够听懂的给我刷个一就行。去盖这个，你看盖这个小洞，去盖这个小洞，你得会盖。这款包菜其实画法很多种，但是呢，它一直是我们最基础的一款花头。对，你看，包菜是我们一直以来啊最基础的一款花头。OK 啦，你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造型不就出来了吗？好，啊，稍微叠加，完成了啊，完成了。这个花心儿，搞明白了没有？对，整明白了没有？花心怎么抠？如果你想再抠的仔细一点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你还可以抠啊，你还可以抠。这样整明白这个花心啊，花心包裹着就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差22000哦，好的。然后你看剩下的花瓣啊，就给它卷起来。你看啊，笔蘸一下白颜料。对，你们如果能够听懂这一款花头的话，你们就点点再打1就行。然后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。再蘸点胭脂，说没有问题。
然后你看啊，下面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分一下啊，分一下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带一个勾？看见了吗？带勾的看到了吗？带勾的花瓣，你看点平推，你看过来，按一下，听懂没有？所有带勾的花瓣，它的背面给它描一遍啊。那么这个花瓣对于它来说也是带勾的，你看，点往上按一下。看到了吗？就是这个卷瓣对于我们刚才下面这个花瓣来说，它就是带钩的，是不是？你把所有这种呢带卷瓣的这种花头，你看啊，再给它描一下，这样能理解吗？所有带卷瓣的、带这个钩的花瓣都给它走一笔啊，是不是出现了？所有带卷瓣的花瓣，我们再走一笔。还有什么地方有卷瓣的？我们一起找一找啊，一起找一找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这一个卷瓣对于它来说是它就是它是个背瓣，那么它就是它的卷瓣。好，我们朝这儿，阿宝，哎，点一下，哎，往上翻，你还是上来了是吗？看是不是出来了？继续的啊，这一个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卷瓣。这样能明白吗？就是你把相对应的卷瓣挪好来，你看，然后呢，下面是不是有个缺口啊？点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哎，往旁边横过去，啊，点带一下，右边还左右，左右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地方的翻瓣不在这儿。在这个里边这个翻瓣它不在那儿，知道吧？所以就不用盖啊，这个翻瓣不在那儿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它的翻瓣不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盖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找一下，像这种卷瓣还有多的啊，我们还没盖完呢，还可以加，蘸一下玫瑰红。你看这样一个包菜的花心不就出来了吗？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是不是这样一个包菜的花心不就有了吗？你看顺着它点按一下，哎抠一下，笔加大一点，停，看见没有？加大一点，你看这个地方回过来，回一下，小毛笔向中间带一笔就行了。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稍大的向外舒展的花瓣就有了？现在能理解了吧？这个包菜，一个向外舒展的瓣是不是就有了？好，我们继续加啊，继续加。这里有一个卷瓣，现在得这么加，你看笔按大一点，好，点折一下，往上加一个小瓣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花瓣，你要这个瓣得这么去加才好看。这个瓣得这么加才漂亮，是不是？你看又一个小花瓣出来了啊！然后我们持续的加，持续的去叠加，蘸一下玫瑰红。对，今天晚上完蛋了，还是包菜最好看。蘸一下曙红，包菜的画法呢就比较多啦，因为包菜的画法它会比较多一点哦。你看横过来。包菜画法它主要是因为比较多，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往上按，慢慢的推上去，推小一点往上拉一把。因为包菜的画法呢，它的造型啊，虽然它都是包菜，但是同样一个都是包菜的情况下呢，造型也会有所不同啊，造型也会有所不同的，有的是半包，有的是全包啊。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花头，你可以不加啊，可以稍微添一下，就可以不加了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也可以不加，你要加也可以，那就把它画大。蘸一下玫瑰红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花瓣加大，那怎么加？你看啊，笔这样子顶着它下来，好，慢慢的滚过来，停，
这个地方横过来，带一小勾，带一个小勾很重要啊。塔式差不多，各有各的造型吧，我觉得。塔式绣球啊，那这个包菜画大了也很好看啊，你看大包菜很漂亮。好，你看啊，这样一个画头是吧？包菜你往外面画，它也能画得很大。然后你看这一边斜着过来一个瓣啊，笔蘸一点我们的白色，补点玫瑰红，就太白加玫瑰红，加点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点的胭脂。你看这个地方得这么横过来，你看这儿笔尖定一下，哎，过来一个瓣啊，往上面翻一翻，好，下来。是不是？它还可以这么翻的，就很多人比较固态的思维，什么喜欢在那个地方直接拉一个瓣下来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喜欢比较直接拉下来一个瓣，就是直接拉一个瓣下来就完事儿了。应该是这样测一下啊，是不是？那样子画的花头就不大了，大不起来了，肯定。就是你如果那样画，你的花头肯定就大不起来，而且没有那种向里边卷起的造型就没有了啊，就往里卷的那个造型那就没有了，它就是直接就收住了啊，就没有了那样子，明白了吧？点一下按这儿，边点你看，哎，拉出一个小瓣，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啊选择颜色的时候采用的是浅色，采用的是浅色的花。这一块我采用的是浅色花啊，对，我这一块我选择的花瓣呢是一个浅色系的花瓣。好，笔蘸一下我们的白色，然后刚才咱不是用了一个绿色吗？啊，蘸一点点绿的啊，藤黄和这啥三青，蘸点蓝蓝的都行，蘸一点这种绿色。包菜和塔式嘛，它完全是两个东西，包菜是含着的，这塔式它是那种，有点盛开的感觉，它是有点盛开的，跟下面一层一层的，跟那种宝塔一样垒在一起的。蘸一点曙红，加点胭脂啊。你看，我们在这一块加啥？这个笔尖处顶笔按大一点，往上推，对吧？加一个啊，一个说包，一个用叠的，差不多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对吧？向里边你看卷进去啊，一个浅色的花瓣，笔尖带一小勾啊，带一小勾，带一小尖尖，停啊，翻出来一个小尖，也可以这么理解啊，对，他说的也是对的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你看一个卷曲的这个小花瓣就出来了，继续。是白色加点这个三绿藤黄，这属于脏色啊，脏色。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这是阴影花瓣，这是侧面的那种花瓣啊，藏在后面的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好像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点按一下，加宽，按一下，加宽。对吧？往下压啊，往下压，也可以这么理解为阴影花瓣，也是对的，对吧？加出来啊，小花瓣，背光面的，是的，就是你要这样去加，你的花头才有可能画大，不然你花头很小的，这个包菜画小小的怎么搞嘛？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定一下。啊，你看往下一摁，对吧？这个花瓣你看大大小小的质感就有了，大大小小的质感就出现了啊。蘸一下曙红，白色蘸一下咱这个曙红，蘸一下胭脂，
有怎么了？啊，你看咱们这个朝上，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，对吧？折起来，对，这样的花瓣你才会够大呀，不然你这包菜画一下，就基础款的你一下就画完了，画完了你没有就没东西了，然后内容就很少，明白了吧？内容就会特别特别少，所以我们得把它画大一点，对，画大一点就比较好看。对吧？你看，一定要把它画大一点啊！你画很小的话，这个就刚才那个姐姐说啊，这个花头就不美了，一定要画大一点。因为这个花头，你看，这还一个手掌的距离呢，我们还得再把它撑开一下。好，再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点胭脂。哦，我今天画完一个花头，然后就下播吧，就可以早点下播，11点之前就结束，好吧？你看，拉出一个小卷瓣啊，对，一定要画的稍大一点。很多人画这个那啥画的这个花头很小啊，就很奇怪的，因为你一个牡丹画的小，肯定好奇怪，叶子也要，那行吧。啊，把这个粉瓣啊给它填出来，对吧？你看这种花瓣的这种转角啊、转折，一定要你看像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稍微加的画完成是吧？画完成了吧？行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好，蘸一下白色，蘸一下玫瑰红。我怕你们熬夜太晚，对，玫瑰红，再蘸一点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一画小就怎么办？一画就小，啊，你就加呀，你就加瓣儿啊，你得加，你不加你咋知道你画小了？你得把花瓣去加上去，放课程里放的啊，你得去加它，你不加它就小小的，时大时小。那就不知道了啊，时大时小，那这个又找不到了。好，不知道画的不知道在哪儿啊？它就是一圈圈画，一圈圈加，边画边加啊，边画边加，它就是边画边加的过程啊。你不能一次性想给它画到位，那麻烦的，不太可能啊。你大写意啊，它也是小心的收拾的。它没有那种一次性到位的，我们一定是整一个画完之后，在旁边花头老画不大，妈呀，那你把笔用大一点，对，你把笔画大点试试，对，笔换大点试试。绿花头还没枝干，花头一般多大？一般20几公分，20公分或者17、18公分都够。对，20公分或者17、8公分都够的，都算比较正常，它不大的啊。20几公分或者17、8，它都是正常的。我们这画的有时候30几公分很大的那种，多好看呀！我跟你说，肉乎乎的。越大越好看，肯定是，你看这个花头，手机太小，跟手机啥关系？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出来了，喜欢的话关注一下就好了啊，这样一个花头就有了，是不是出现了？然后笔蘸点藤黄，蘸点三绿，加点花青，30多公分那也行，我倒是喜欢这种大的啊，藤黄，加点绿的，我倒是喜欢这种大的。就是这种大花头好看啊，大的好看，小的有点小气，藤黄加点三绿啊，小的会有点小气。
提一下啊，提一下。提一下淡绿色啊，淡绿色。提色是一个花心儿啊，就是大，就是要大啊，咱就是要画大。花心儿，花心儿就约着5公分差不多啊，估摸着5分钟差不多啊，5公分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你不要绝对啊，对，没有绝对的，差不多我估摸着一下。OK， 小宝，你干嘛又捣乱啊？OK 啦，完成了这样一个花头啊！喜欢主播还点点赞啊！然后画一下叶子啊，画一下叶子。对，5公分差不多了。对，要的5公分的花头你还不要呀？那花太小了吧？那你画那种4尺你怎么画呀？4尺一个花头都得20几公分了。这一块啊，你看，笔尖儿，你看啊，我顶一下，哎，加大。就这个叶子你不能像昨天那么大啊，昨天那么大不行，因为这个花跟它叶子要相对应的，你再大它就不美了。再大就不好看了啊！明白了吧？它要是再大一点就难看了啊，大一点就很难看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叶子和这些东西要控制住。你看，往上添上去一半，对吧？添一个啊，这个小叶儿啊，添一小叶儿。每天几点？8点半啊，沾一点墨啊，你看顺着它笔尖，你看定一下一半。对，你关注一下我，就能找到我了啊！我播的时候会有直播通知嘛？你看这个叶子是什么？是折在上面的，这个小叶是折在上面的啊，折在上面。1万赞赞是吧？好的。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点墨，你看啊，朝这个地方点，注意你的一个叶子的枝干方向，它是多方向的，而不是说一味的你看朝一个方向，明白了吧？多方向使用啊。我还要吃。哎，好的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马上画完了，我也很快啊。你看，点一下，小小的啊，小小的。我不要吃这太多了，简单一点就行。这个吃太饱了，我一会儿。OK， 你看，这样子，你看这一组叶子又出来，哎，好的，这样一个叶子就出现了，叶子就出现了。然后你看啊，为了让你看整一个造型会比较优美一点啊，你看在多方向的其他地方啊，你可以再出一些叶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课程啊一直更新啊，一直更新课程内容，其实你们每天都有看呢，对吧？课程的那个相关的内容，其实你们每天都有看。那个作品，就有的是直播间的，有时候是自己录的这种作品啊。你看这个地方笔尖顶一下，对我的满200节课我就会调整，主要是啊，你看朝下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朝下添一添，对，这个在课程里边，你看这个叶子这一块，你多添一添，上下左右的去添，让它看的比较多一点，看的比较多。大幅画多吗？大幅画是一直在更新的，对，你可以就是大幅画是一直在更新的。大幅的，那我们主要是小幅的你练，然后大幅的我们里边也有调平的，4尺的都有啊。好，蘸一下藤黄、3绿，
一直在更新中，大幅的，就是初学者一般都是小幅的开始，像孔雀啊之类的啊，都是慢慢的去接受，不然一下子很难的上来也画不了啊。我基本都是经常在更新，蘸一下手红，蘸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画点这个啊，你看花心儿啊，花心儿朝下面，我这马上就200节了，满了我就回到原价就行，别的就不管了啊。花心儿，你看啊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回到那个价位上，然后有人就那啥说了，他说要啊，我为大家考虑什么的，那我说再调整一下那个时间吧，我说花心儿，笔尖定一下，1、2、3啊，向下弯一弯，向下弯一弯，对，稍微调整一下下吧，有必要，其实还是要，你看。点一下，哎，往上走一半啊，往上走一半啊，人家好的呢，往上走一下，跟300节那就再调呀，这个可以再调整。你看这个枝干是往上扫上去的啊，往上扫上去的，家人们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点往上加啊，顶一下往上加，顶一下往上加，啊，往上再加。你看顺着这个小边儿啊，你看持续性的啊，你看过来嘚儿啊，加出一些，你看这种，它是这种翻转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这个枝干在翻转的一个造型是很重要的。精品课哪个链接吗？精品课和基础课都是在一个链接里边，我的一套课程是包含着基础到精品的，对。基础就是包含在一起的，因为我觉得分开太麻烦了，搞来搞去的哦。像有的家人就很喜欢绿色，哪个？绿色叶子啊？这个吗？花青，藤黄花青，藤黄花青，1年了，快半年了吧？快半年了应该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出个老枝干啊，出老枝干，都快半年了，还都不能算快。然后蘸一点赭石，对啊，半年你都画得很好了，对，蘸一点赭石。半年我们都好几个主播都出来了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啊，蘸一下墨水。稍微吸收掉一点水分啊，吸收掉一点水分。你看这个枝干啊，是朝着这一侧，你看去折，笔尖定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这样去折一个枝干啊，对，这样去折一个枝干。你看往上面，后期多加点大幅的画吧，可以的呀。我们其实。只要你们一直在提高，我也愿意一直加大幅。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就是你一幅大的作品，就是要精讲细讲的情况下，需要1周时间完成一个课程，就是从画到最后录出来啊，需要真的1周时间。就他不是说我直播间随便讲一讲这样子哦，他一定是细讲精讲，然后再录再调整这样子。所以就是需要真的1周时间呢。好了啊，你看这里呢加一个小小的小盖儿啊，小盖儿。然后啊，你看我们继续添啊，一个枝干肯定是不够的。笔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折进来啊，折进来，就是把它分开啊，分开把它给折起来啊，折起来，就是分开把它折起来呢。对，你看把它折起来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老师怎么不在群里边，我也想去群里逛逛，但是这个如果去群里边逛逛逛聊聊，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呀。对，这个时间就不够了，给大家准备这个课的时间
就没有了。所以就是这段时间我就群里面逛的比较少，在准备课，在这里腌制啊，沾点胭脂。你看我们有一些花瓣啊，可以朝上面去贴儿。对吧？往上面折一下，没有，精品课不用啊。你看一下100多节，它不就是精品课吗？嫩枝干是藤黄三绿去加的，对，藤黄三绿去加的，藤黄三绿。你们看到的所有精品课，单独录制的都是精品课呀，大的那种都属于精品课啊。妈呀，这谁呀？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啊，不对了，还好吧？你看这个小边边，你看点往上拉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叶啊，一个一个小叶子啊，群里光会肚子饿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叶子就出来了。这幅画它不大的，小小的。好，顺着它再填一下，好一片。对吧？一片叶子，两片叶子。好的，谢谢。蘸一下花青，我上课可卖力是吧？好，添一点比较小的啊，添点比较小的小叶，添一点比较小。对你应该能看到呀，最近跟上了精品课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水啊，蘸一下墨水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点出去一片叶子啊，出去一片叶子。好，再回来一小片啊，再回来一小片，谢谢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往下翻，往下翻啊。你看这样子，你出来这个叶子这一块也是比较丰富的，内容也是比较丰富。蘸一下我们的浅色的啊，浅花青，你看，朝这儿点，折过来一个小瓣，对吧？叠一叠，你看你，对，精品课我没有分开两套的，就一套就够了。就是愿意画的人，喜欢画的人啊，就是你喜欢画的人，就是愿意画画的人哦。我把它分开了，大家也会去拍。你说不就你说那些不喜欢画的人，我分开了，他们也不会去拍。所以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们，既然都是热爱画画的人，就给大家行个方便就行。就主要是大家都很热爱，所以就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这种精神。好，填一下下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一个小叶啊，一个小叶子，对吧？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水，蘸一下墨水啊！你看，对吧？你看这样就出来了。对，为什么？对，这都是这样子。我为人人为我嘛，原则性上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你看这些地方再添一些，你看稍小一点的叶子啊。OK 啊，稍小一点的叶子完成了。你看这样子，我们这一片啊，你看花头以及我们的叶子造型就摆出来了，就摆出来了，对吧？花头以及叶子造型还有5000是吧？可以啊，帮我点点赞呗。然后你这一边可以出去一支比较长的叶儿，直接把它给画出来。那这个造型，就这张构图就完成了啊。我们用的配色呢是一个藤黄三绿，蘸一点点花青。藤黄三绿加一点点花青啊。你看我顺着这个小边边把它丢得远一点。
在这个地方，1、2、3，出去一下，上面带一个小笔尖啊，带一小笔尖儿，挑一下，好，向下带一小勾，弯上去，带一小笔尖儿，小小的，你看笔尖顺着它，1、2、3，折进来，对吧？给它折起来，一片。就是你们去观察好了，牡丹的叶子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它的牡丹的叶子它一定是这种造型的，飘飘的，长长的，它就是这个，就是内容，它的整体的一个质感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加一个小叶子啊，你看这样的整一幅图啊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毛笔沾点清水。毛笔啊，沾点清水去调整它啊，调整它。其实你画起来啊，它也很快，有的主播都得40万，啥40万啊？能点多少就多少吧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因为我播的晚，我不像人家那么准时，我承认，对我播的没有那么准时，这点我是承认的，因为我有些东西我得。时间我也卡不上啊，卡不上时间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下 ，OK 啊，加几个小翻页啊，加多出来几个小小的翻页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啊加点东西，直接画不是很单调吗？在这个尖尖上加只蝴蝶吧，对，在这个小尖上加一只蝴蝶。蝴蝶我画的简单一点，今天我画的不难，蝴蝶画的稍简单一点。首先笔蘸点墨水啊，蘸点墨水啊，蘸点墨。蝴蝶画的稍微简单一点啊，还没到11点，救命！你都已经发现我11点半的这个有一个播一天，没有什么啊，没有这个我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只管我自己的这个播好就行。好，看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加一只蝴蝶，蝴蝶该怎么加？你看好了，让它钉在这个上面啊，钉着。所以说蝴蝶的这个什么，哎，背部，对啊，截个屏，稍等一下，我换蝴蝶好不好啊？你看啊，它是顺着向下衔接一个小腹股，哎，进来，小腹部叠起。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，你一定得把这种蝴蝶啊、昆虫啊，它的一些细节把控到位啊，细节给它把控到位。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就跟个小蚊子一样啊，就是把它画的跟个蚊子一样。它其实这一段你就可以把它表达成一个小蚊子一样，长长的就行。然后呢，啊，你看上面触须啥先不加，你看从这个地方给它分出来，1、2，后翅压着前翅啊，没关系，都不是这个没关系的。注意它的原则是什么啊？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蝴蝶的翅膀是后翅压前翅原则，它的后翅是这样子的，你看从这个地方点出来，你看啊，从下面这个地方撑开。就是它伸展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，对吧？给它带一带，你看啊，像这个地方，点向上，好，扑腾起来，看见没有？把这个轮廓给它先走一走啊，对不对？把这轮廓先走一走啊，你看，这样能明白吗？啊，能听懂打个1啊，轮廓先走，你看像这个地方，你既然是让它扑腾起来，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。一定是这个造型，一定是这个造型啊！你看，点一下，2下进来，
看见了没有？这个蝴蝶一定是这样一个造型啊！我把镜头拉近一点吧，可能看不见。能看见了吗？这样，哎，这样能看见了吗？折进来，让这个蝴蝶去抱着这个叶子啊，叶子，然后这个腹部这块一定要你看加圆，你不加圆，它没有办法去耷拉下来啊，向左一点啊，这样子嘛，啊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你看啊，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蝴蝶画的好看？先画这个地方，笔尖定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一笔啊，那这样能看见了吗？2笔、3笔，看见没有？这个黑色的加进来啊。这样能理解了吗？这个地方点按下去，好，下来一笔，是不是就出来？对，看得超清楚啊，超清楚就行。对。这种写意的蝴蝶，你看，笔尖顶一下，2下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小一个大，小一点，啊，把它画出一个小一个大的原则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笔尖定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这样一个蝴蝶？这个蝴蝶简单多了吧？简单了不？然后你看啊，分出它的胫骨，你看1、2、3，好，折一下，啊，还好吧？你看，哎，拉出一笔啊，拉出一笔，就是把这个蝴蝶给它表达出来。你看这个地方，1、2、3、4，看到没有？我用了这个转角，为什么要转角？你看这个角度这里加一条线，这个角度这里加一条线，加一条线。这样能看明白吗？你看每一个转角处你都加一条线，线条0.22啊。你看线条要拉的比较细一点，要劲道啊，非常挺拔的哦。因为这种情况下，你的蝴蝶如果说你拉不出那种线条出不来那种感觉的话，就不好看啊。所以要理解一下，你看这个线条一定要挺拔。对吧？一定要线条，一定要挺拔才漂亮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点一下折进来啊，折进来一个小瓣，点出来啊，再往下出一出，可以把二宝抱走吗？他又在捣乱。110，你看，哎，给他这个地方啊，你看折一下，合起来。对不对？折起来合起来120啊，你看1啊往上折，然后呢也是一样，1折进来，2折进去，折下来，折进去，折起来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好 ，OK， 车子不需要的，已经找朋友去挪了，已经挪掉了。你看这样一只蝴蝶我们就画好了，画好了。脚呢也画好了，现在画什么？画它的小触须，画它的触须啊。你看触须是这样的，一定要让二宝留在这儿吧。它的捣乱，它那个纸容易沾了二宝的毛，沾了毛之后它会起皮，会起皮的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笔尖顶一下，啊，定，你看线条拉下来一根儿啊，一根儿，对吧？你看，在这儿。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哎，调锋，2根啊，这样呢，我们的蝴蝶就出现啦。接下来就是去染一下颜色。今天这个蝴蝶简单吗？救命！今天这个蝴蝶是不是很简单？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给主播刷一波1啊！学会了刷一波，今天的蝴蝶简单哦。然后用的是一个珠标，我比较常用的是一个珠标色。橙黄或者珠标都可以，简单的很啊。线条要拉的劲爆一点哦。
对，线条一定要拉的劲爆一点，然后蘸一点这个。其实我一直也是有考虑过教大家画什么颜色的蝴蝶，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能够这个用笔这里啊，能够接收到什么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橙黄，因为教这种写意的话，对用笔的要求会相对高一点点哦。相对你看去扫，它的设色什么都还是比较简单。现在空笔好多了，哎，那就行。它的设色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这种蝴蝶的设色。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清亮的，颜色比较清亮，对吧？然后你用完橙黄以后，橙黄蘸一点点的曙红，就会去提亮一下。橙黄蘸一点点的曙红啊，你看，橙黄加点曙红，它的黄会黄的比较亮一些。然后去提，你看啊，上面这一块，对吧？提一下。我觉得你就是剩下都很好。叶金抖啥了？看见了吗？用曙红去提一下，家人们啊。看见没有？藤黄比藤黄小蝴蝶更好看。藤黄小蝴蝶，各有各的好看，我觉得啊。写意的东西肯定会比较下笔就比较简单，写意的落笔就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它不像咱们这个那种监工代写的，监工代写它比较复杂。OK， 然后呢，扣叶金去提腕练习就行，然后蘸一点这是啥？蘸一点我们的这个叫太青蓝啊，太青蓝。好，蘸一点太青蓝，去画那只蝴蝶。我看的很难吧？哪个很难？这个蝴蝶吗？蝴蝶不难的，蝴蝶不难。然后笔蘸一点太青蓝啊，太青蓝。笔蘸一点点太青蓝啊，你看。轻轻的向里边扫，轻轻向里边扫啊。然后呢，整点这种绿色的，稍微吸干，蘸一点翡翠绿啊，翡翠绿，蘸一点翡翠绿，肯定是那眼睛都不好用了。完了，我看错了，我刚才看明白好吗？你看蘸点绿色，让它这个蓝色过渡啊，救命！你看这样子过渡的，它有一种孔雀的感觉啊。眼睛不好使，救命！OK 这样子这是蝴蝶的一个色，看了就会比较正常。我看错了蘸一下这个绿色铜黄，加点这个绿绿的感觉啊，是毛毛虫变，那就是毛毛虫变的点一点，蘸一点点赭石染一染，蘸点赭石染一染。然后毛笔调一点纯白色的颜料，白颜料去调一点，就白色，就跟画咱们这花蕊的颜色一样啊。能不能不要发出声音？蘸一下这个白色，你看多放一点，你看点这儿，1、2、3，点几个小点这儿也是一样，1。那给它点一点小斑，对吧？点一点小小的斑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点一点小斑，对，这样我们的蝴蝶就有了。然后去提一下线，这些地方用白线去提一下。线条一定要搞得漂亮，我天天在画那个，有一本书叫《腾飞曼舞》的
不，很多人喜欢画工笔吗？你们去画那一本书就行，叫《腾飞漫舞》，我就经常画那个东西，所以线条就比较有质感。我都画完一本了线描。很多人问我怎么练线的 ，OK， 这个蝴蝶画好了。对，你喜欢画工笔的，你也得找点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你看，哎，一个点儿，你肯定得确定一个点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你先把这个蕊点先确定好，然后呢，注意好它的用笔啊，不要都是一个方向。你看，比如像这个造型，它可以这个方向去，你看，是不是出来一组了？再来，看到没有？一个一个压着走，能明白吗？你看，这样能听懂吗？就是一组压着一组去穿插，你看。所以这样是不会乱的，明白了不？你看，听懂了没有啊？你得一组压着一组去穿插。就有的人就是，你看，包括我这样的反向用笔也没关系。你看，最后结尾的时候得反着用一用，看到没有？结尾的时候得反着用一用啊！结尾的时候得反着用一用。好，这一组穿完了啊，这一组，1、2、3。对吧？你这样画出来的这个蕊啊，就比较好看。好像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注意有些地方你还得留空。挡着看不见了啊！这样的，这样能看见吗？这样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吗？哎，我笔拿远一点看看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1，能看见没有啊？2、3，你看拿远一点啊，对吧？就一丛一丛的，对，一丛一丛的去点，一丛一丛的啊，你看。对吧？你看你这样，对，这样压出来的蕊就会比较爆啊！你看，包括这个地方的调整调整，能看见吗？现在？对，它是缺在哪？缺哪？就是你哪一块比较缺的情况下，加一点小豆芽啊。OK，这样的一个花头啊，你看，爆开的，是的。你看，它比较密，笔友啊，同款的，就那一款吧，6号链接的那一款啊，6号链接那一款，6号链接的那一款。然后毛笔蘸一点那啥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，蘸一点墨水。截屏没画好。下面带一点叶脉啊，叶脉，你看叶脉咋画的啊？你看顺着它点，往上翻，对吧？你以为的是这个叶脉很重要，你看我是一个主干里边分出来的，再看。能看明白吗？很多人勾叶脉是就是这样子，一片一片勾，其实不是的啊。你仔细的去看，别人是掌心叶，你看，就怎么样你勾的才比较真实啊？
对吧？它一定会带点弯的。如果你的叶子叶脉一直都很直的情况下，其实你就要去考虑一下，你想一想，我们一个手如果是这样翻的话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骨头在动，对不对？是你骨头在动嘛，骨头就弯了嘛。那你的叶脉就跟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呀，它支撑了这个东西啊，你看。对，这样能理解吗？一个是骨头骨骼，那么这个叶脉，你看啊，像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它一定是这样子，对，要曲线，是的，就是它也不是完全曲线啊，有一些字母单有教程有啊，链接1教程，教程链接3教程3啊，链接3教程。OK 啊，对，它就是一个骨架，就是当你理解它你理解了它这个东西以后啊，就不难了。很多时候是因为认知上出了问题。你看这个颜色什么？你看我用的很淡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地方颜色特别淡，深的话就脱节了，深的话就一定会脱节，所以我颜色用的很淡。OK， 可以截个图。同款的课程在链接1里边啊，对，截个图吧。稍等一下，我拿起来吧，我把它挂墙上去，好吧？对，我挂墙上。